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5月27日晚间20点整，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我们看一下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发现了发生了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这组日线级别反弹西游呢，是由周线级别下跌完成后做的一轮反弹。周线级别下跌打到120周均线之后，出现了日线级别反弹，但是这轮反弹呢，目前已经非常接近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我们是认为30日均线构成的位于33000点的压力。同时呢，这个压力点我们观察到前面波谷的连线波谷的这个位置上也非常接近，所以呢，33000点是目前很重要的压力。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呢，我认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日线级别上容易出现在今晚容易出现冲高回落的走势。那今天 A 股上证指数出现了一个非常弱势的反弹，反弹幅度是在 0.23%， 这样的反弹呢，我认为是行情当中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日线级别反弹逐渐走弱的一个特征。同时呢，周线级别上证指数已经跌破了120周均线，这意味着上证指数已经在技术上是一个熊市的特征。同时呢，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日线级别的反弹目前已经接近尾声在当前位置呢，我认为 A 股市场的朋友们应该做一些减仓动作了因为上方是阻力，然后它的趋势是下行。比特币在这2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不断反弹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对应的反弹动作。我们观察到比特币已经连续10几个交易日处在一个29000美金到3万美金这个横盘震荡的这样的一个区间。那昨天呢，我们观察到4小时级别有略微的跌破的现象，这主要是以太坊的新低出现之后以太坊在出现新低之后，带动了比特币的下行动作。同时呢，我们观察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 ETH 对比特币的交易对。这个指标呢，是我们在之前的行情当中一直在说的，也是一直在观察到的。我们观察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处在一个焦点位的这个位置上，在焦点位是非常容易发生变化的。我们一定要区别对待近焦点和焦点位这2个位置它是2个区域。近焦点呢是容易发生突破，但焦点位呢是容易到达焦点位这个位置容易发生跌破，而且在焦点位发生跌破之后不容易反弹上来不容易发生反弹。所以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目前处于领跌的状态这个时间级别还是日线级别的很大的一个时间级别出现领跌之后以太坊目前表现要非常弱于比特币。然后我们把这个分析的标的调整到以太坊，因为以太坊目前是一个领跌的行情。在这样的领跌画面当中呢，我们观察到周线级别以太坊出现了一个周线的下跌西游动作。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动作完成之后，我们观察到5月9日这周发生了一个新低，我们调整到日线。新低出现之后，在震荡盘整的过程当中，我提到了一嘴有节课当中说了行情当中一旦一个低点出现，容易在震荡过程当中出现一个新低就是出现一个更低的这个结构。出现更低的结构不代表反弹不能够发生这个更低的结构是为了诱导空军进场之后，在快速反弹的过程当中绞杀。所以呢，在这个行情当中，我认为在盘整的过程当中，我提到了要建立一个观察仓这个观察仓不是为了获利的，而是为了观察的那么行情走到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观察到了以太坊出现了一个新低，但是比特币完全没有跟随。那这种情况下呢，以太坊的领跌，我认为它会有一个反弹。这个反弹呢，我们在4小时级别上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这个位置上，5月31日出现了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呢是由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连接过来的。我们认为焦点位是具有黑洞效应的我的粉丝群都知道，我的观点是焦点位它是有黑洞效应的。黑洞是什么呢？会把价格吸引回来。所以呢，在当前新低出现之后，诱空完成之后，
可能会发生快速的拉升，爆追空的爆追空的筹码爆追空筹码之后可能会形成一轮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我们要耐心等待这个4小时级别反弹吸油的发生并且完成之后，它的反弹目标位是在哪儿呢？我认为在日线级别上，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压力线，这个压力线呢是红色线，红色线从高点4877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在$2250附近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这轮反弹呢，我认为如果出现快速的拉升，4小时级别的拉升的话，能够到达$2250，这也是我们第一个布局空单的一个位置之前我让大家在震荡过程当中布局空单呢，是一个观察仓在当前这个位置上，观察仓可以保留，但是可以把这个观察仓这个获利部分或者是本金抽取出来之后，耐心等待它反弹的发生。反弹如果到焦点附近证明我们的预期是成功的到焦点位之后，我们再看能不能发生4小时级别的反弹吸油。因为这轮行情我们看这轮行情是发生了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吸油之后，完成之后震荡在5月16日这周发生震荡之后，本周继续下杀形成新低，这个低点呢构成了左高右低的一个画面非常强的一个右空这个位置我不认为它会继续下杀不会认为会这样同时呢，我们看到了美股在这2天走势是非常强势的已经走出了日线级别的反弹。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太坊的右空我认为会快速拉回这里面有个焦点位焦点位构成吸引力的作用，会形成一个快速的拉回今天晚上美股开盘之后，可能这个动作就会逐步发生出来所以呢，在行情当中有空单的或者空仓的都要耐心等待反弹发生，到达这个压力线附近也就是$2250附近在逐步的布局空单。在行情当中只有3个东西，一个是趋势，一个是位置，再一个呢就是控制你的仓位那我们在任何时间点都要尽量保持有一个小的仓位，这个小的仓位呢能够让你和行情发生关系，只有你和行情发生了关系，你才更容易的在行情当中获利。所以呢，在当前时间点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介入行情当中的一个位置趋势呢是下行趋势，周线级别的下行趋势，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找到布局空单的位置合理的布局我们的仓位，最终呢会在行情当中获利非常容易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呢，控制自己的前提呢是不伤害别人的同时也不伤害自己，所以呢要合理的布局自己的仓位控制自己的心态。回到比特币这里比特币是完成周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目前尚没有发生4小时级别反弹这个时间级别反弹到8阶位这里，然后不断的调整震荡，目前8阶位已经被杀死了再往下杀就是悟空阳线将要被杀死。这个时间级别呢，我们观察的是4小时级别看我的课一定要看图听我的课一定要看图所以呢，在这个震荡过程当中以太坊领跌，比特币依然坚挺有人问比特币为什么这么坚挺我们说比特币大概率是跟随美股的，但是这轮行情当中已经出现了和美股的一个背驰在这种背驰的条件下，我不认为比特币是可以建仓这个空单的时间点，我认为它很容易出现一个类似以太坊这种下杀之后突然拉回，最终呢完成虽然时间不同步，但是在位置上同步的同美股的一个异步同步现象异步同步现象就是不是同时走到一个目的地，但是呢它会紧跟着走过来这种异步同步所以呢，在比特币上虽然以太坊出现新低，比特币没有跟随但是美股出现反弹了
啊，比特币和它出现了一个逆向。没有完全同步，所以呢，耐心等待它出现反弹啊，反弹之后再布局空单。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道琼斯工业指数啊，上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啊，这个压力位是事实存在的。很快呢，道琼斯工业指数会有一个冲高回落的过程啊。那在这种条件下呢，如果比特币发生反弹啊，并且能够到达33000附近啊，是我们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和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和位置。那么在这轮行情当中，我发现了很多就是可以做空的币种啊，这些币种呢在行情当中走势非常弱势啊，比特币涨它也跌，它横盘；比特币跌呢，它跌得更多。特别是在这轮行情当中，以太坊啊急速下跌的过程当中，那这些弱势的币种啊，几乎是是以太坊的加成啊，以太坊下跌速度的一个加成。那这些币种呢，我观察到了有 ADA 啊、YFI 啊，就是大姨夫啊、YF2 啊、二姨夫啊，还有这个。SAND 目前还是相对来说啊，它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4小级别反弹啊，但是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弱势。然后呢 ，GMT 目前由于这个消息面的利空，所以它快速进行了一个下杀。然后呢，我们观察到啊，它反弹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啊，这个压力位是在1.23美金附近。所以呢，到1.23啊，可以现货这方面啊，如果之前你买了受到了一定亏损，我认为是1.23、1.25这个区间啊，先出来观察，因为它毕竟在日线级别上啊，这个压力线在这里呢啊，这个压力线呢是由波峰连线连接过来之后啊，在1.25美金附近啊，它构成了一个压力，所以呢。如果想做空山寨的话啊，做一些比较好做的这些，包括 Waves 啊、ADA、大姨夫、二姨夫啊，这些都比较好做。UNI 呢，目前也走得非常弱势啊，做空啊，这些币种呢，做5倍空啊，感觉是非常舒适啊。我也是个人做了一些这些弱势币的单子啊，这2天获利还可以基本上是在50%左右。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观看，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微信群，感谢大家，再见。